重生后我让光伏行业大爆雷，商家最后的选择。林阳，汉航集团的股票我们买入了多少？投入了多少资金？1个月之前您发出命令，我就开始扫货，总投入约100亿，目前已经涨到560亿了。当然，主要是汉航集团的流通股太少，这已经是我们能买的最多量啊。不错不错，竟然能把大部分流通股全部扫到手。如果这部分股票全部抛出去，的确能让汉航集团的股价在短时间内急剧下跌。可是汉航集团是个账面财务非常出色的公司，盈利好的一塌糊涂。想要做空一家公司，首先就是这家公司本身没什么盈利能力，全靠炒作资金和炒作概念。其次，这家公司账面上没有多余的资金进行对冲操作。可是怎么看，汉航都不是能被彻底做空的垃圾公司啊！你怎么知道汉航集团不是这种公司呢？您的意思是，汉航集团其实内部已经烂透到那种地步了？那李鹤君还敢那么高调的各地去拉投资，甚至连西门家女婿的钱都敢拿，这不是在诈骗吗？这就是李鹤君牛叉的地方，人家可不认为自己是在诈骗，他连自己都给骗了。很快，2007年的新年过去了，大夏出台了20万亿经济激励计划，很多银行也对汉航集团放开授信，总授信额高达9000亿，这让汉航的股价如坐火箭一般飞速暴涨。此消彼长之下，李鹤君再次上位，代替三金成为了大夏首富。老冯，找我有事吗？你还有心情在这高兴？就这几天，西方的光伏公司倒闭了80%，金硅太阳能产能严重过剩，价格几乎已经是白菜价了。而我们的宝膜太阳能又贵，产能又低，一旦这股寒潮席卷过来，咱们就完了。老冯你啊，就是太年轻，想问题啊太简单。你真以为咱们公司是搞高科技、搞实业的？我告诉你，咱们其实就是玩资金的。只要概念打得好，账面做得好，股民和市场就会反馈良好，股价就会涨。这年头，傻叉才做实业呢。老李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，你别忘了咱们公司已经负债累累了，一旦被人发现，那股价能一瞬间蒸发干净。哈哈，只要我的33制规则还能转得下去，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钱进来，咱们就能玩得转。所谓的33制，就是投资人投1/3的份额，同时再用投资人的信誉从银行借贷另外1/3的资金。汉航集团只需要以技术入股充当那剩余的1/3。33制的玩法太冒险了，一旦某个环节出了岔子，或者是资金跟不上了，那就得全线崩盘。老冯啊，你不懂市场，马上去起草一份公告，对外宣布咱们汉航的产能已经超越了霸国第一大太阳能公司，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薄膜太阳能企业。另外，还要把咱们股价这半年来暴涨10几倍的事大书特书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汉航集团就是能下金蛋的老母鸡。幸福的小酒喝起来，干杯！张少，您看您手里的汉航集团的股份能不能便宜让给兄弟们一点？最近家里的老头子快嘎了，要看咱们兄弟的本事分财产，我想给自己弄点筹码。想得美，汉航集团的股份可是老子的摇钱树，只要拿着它，老子就什么都有了。您别忘了，您银行那边还有几千亿的贷款没还呢，还是早点卖了，把债务还了，这样才能真的安心。要是被天王星发现，恐怕您就有大麻烦了。就是啊，天王星年轻的时候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，人送外号万人驼，死在他手里的敌人多达几十万，要是被他发现了，估计也不会在乎多你一条命。要是被他发现了，他靠我还来不及呢。我帮西门家赚那么多钱，咋可能杀我？我知道你们想买汉航的创始人股，买不到。我他妈多聪明，能上你们的当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手里那一丢丢汉航的股份也没啥用了。商少您需要吗？要，有多少收多少，我比市场价高1成的价位收购。好，商少就是霸气。好兄弟，讲义气，我就没见过商少这么傻，这么大气的兄弟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，汉行集团的股价会在24分钟能蒸发上万亿，成为大夏上市公司股价暴跌最狠一只股票。林阳，咱手里的货还多吗？还剩下上百亿的货，其他的全抛光了，赚了不少钱。好，这些货我们不需要再赚钱了，直接挂腰斩价，如果没人买，就按腰斩价再腰斩，以此类推。当这些大单挂出来之后，立刻在股市掀起了一波惊涛骇浪。什么情况？怎么有人挂了100亿的汉航集团股票出来？大家快去抢啊！抢到就是赚到。上叉，这明显是庄家要跑路。你要是敢抢这些货，信不信这个价位上还能腰斩？是不是国际空头在做空啊？不会，一定是某个大股东听到什么风声或者内幕消息了。我认为汉行集团有可能要出大事了。与此同时，圣洛都的媒体还报道了目前光伏行业大危机的现状。在光伏龙头都在大裁员、停止不伐的时候，汉航集团居然还高调宣布利润率环比增长1200%，这简直就是把所有人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。刚到公司的李鹤君也收到了这个噩耗，不好了，公司股价一泻千里，短短10分钟暴跌了62%。你说什么？快宣布停牌，回公司召开股东大会。什么情况？好像是有人从咱们公司楼顶跳下来了。李鹤君，现在我们怀疑你非法进行财务侵占和诈骗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李鹤君被鼠鼠抓走的事情震惊了整个金融界，这也被大家戏称为史上最快首富。接下来就只能看商力这货敢不敢动手了。汉航集团股价暴跌以来，商力已经1天1夜没合眼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可能？这笔钱如果还不上的话，西门老贼会生死我的，连商家都不可能饶过我。我该怎么办啊？
商少，汉航集团爆雷的事我听说了，哥几个来看看你。这是哥几个的一点心意，钱不多就20多亿，我们这些人也只是些普普通通的富二代，再多也没有了。哥几个的心意我心领了，不过这点钱不够，我需要的是解决那几千亿债务的办法。恕我直言，就这种情况，想短期偿还几千亿债务是绝无可能的，要不您去找商老爷子想想办法。说实话，现在商家早已没落，他是几十亿都拿不出来了。那您打算怎么办？要是被天王星他老人家知道了，那岂不是……商少，你知道吗？这几十年来，还从没有人敢假冒天王星的名义去行骗。啊不，世界钱大，你赶紧想办法还钱吧，不然就算你是他女婿，你也必死无疑，根本没第二条路可走。两人的添油加醋，让商力直接被吓破了胆。怎么办？我没办法还钱啊！哥几个也没辙了。这种情况下，除非是天王星他老人家挂了，不然你死也只是时间问题。王聪，你他妈说什么呢？商少，你别听他放屁，这货脑子秀逗了。商少别介意哈，我什么也没说。如果天王星死了，那一切问题就不是问题了。当天夜里，商力神神秘秘地找到商银。爷爷，我捅娄子了。说吧，这次又捅什么娄子了？我偷了天王星的信物，去借了6000亿投资汉航集团，现在汉航集团爆雷了，1分钱都还不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6000亿？爷爷，我知道错了。逆账了！你知不知道这件事被天王星知道了是什么后果？你会死的，甚至整个商家都会被灭。你脑子里在想什么？我就是想证明给所有人看，我商力不是个吃软饭的废墟。从你假借天王星的名义借钱开始，就注定你要死的结局了。那可是万人图，人命在他眼里连只蚂蚁都算不上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我想办法去跟银行商量，先还上一部分，让他们千万不要暴露这件事。现在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。爷爷，你认为这件事捂得住吗？捂不住也得捂。难道你想让我把你杀了，把头哥给天王星请罪吗？沉默了片刻，商力的表情变得阴狠起来。难道就不能把天王星杀了吗？你知道刺杀天王星是什么罪吗？但凡是被人察觉到了，你我1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。那你告诉我，这件事捂不住的时候，你我能活吗？商银顿时语塞了，他惊恐地发现商力说的居然是事实。爷爷，现在只有2个结果，一个是天王星死，一个是我死。你觉得我还有得选吗？再说了，商家已经背了钱袁老哥阁主1条命了，害怕再多背1条吗？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，这是他的名义借的，他死了债也消了，我们一家子也保住了。而我作为天王星唯一的女婿，将继承吴老星之位。商力越说越兴奋。没错，天王星死了，对商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到时候商家将再次崛起。可是就算我答应你了，想刺杀天王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你有什么想法吧？爷爷，想要杀人于无形的办法有很多。隔天，怀胎3月的冯雅找到公子院。商力那边的情况如何了？他什么时候动手啊？现在商力那边应该是在最挣扎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，只能是等。好吧，这段时间你就好好静养，有什么需要的告诉我一声，我让人给你买。你已经知道了。你最好不要让三金哥知道，否则他大概率会让你打掉的。他现在是我唯一的希望，是我唯一活下去的动力。无论任何人，哪怕是三金，也绝对不能阻止我生下他。我理解你，同时我也会尽力帮你。为什么？如果我说想给陈家多留个念想，你信吗？我信。白龙王的眼光果然独到。其实都是相对的。如果三金不是那么的爱我，我也不会为他放弃一切。如果商力没有按照三金既定的路线走的话，我愿意为了孩子放弃我这条命，保住三金。我保证，如果你真的去世了，我会把他当成自己亲生的一样照顾。等他长大之后，我会找个适当的时机告诉他真相，让他知道他有一个愿意为了他舍弃生命的伟大母亲。谢谢。不过你最好说到做到，不然的话，你的孩子是生不下来的。